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最新画面来了，消失了整整2个月的彭丽媛突然高调回归。8月31号，她和习近平一同出现在天津上合峰会的欢迎晚宴，夫妻同框，笑容满面。这是她久违的首次公开合体。而仅仅隔了一天，9月1号，她又在天津海河上单独登场，邀请了2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登船交流，搞了一场夫人外交秀。一场是夫妇合体，一场是单独主场。短短的48小时，彭丽媛完成了从神隐到全面回归的转场。问题来了，这场戏是单纯的外交礼节，还是背后藏着更深的权力信号呢？8月31号晚上，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上合峰会欢迎晚宴上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前台迎接各国元首，而彭丽媛就站在他的身边，礼服加身，笑容满面。虽然这场面本来是国家领导人的外交舞台，但镜头一转，最抢眼的却是他，仿佛在对外界宣布我回来了。9月1号下午，他干脆单独开场，把舞台搬到了天津海河。这场夫人外交专场可不是随便聚会，船上坐着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配偶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夫人埃米娜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夫人旺阿兹莎，乌兹别克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夫人，甚至还有伊朗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的女儿作为代表。场面是什么样？简直像一场排练过的 VIP 下午茶秀。孩子在码头唱歌迎宾，手举着小旗挥舞，中西合璧的场景感满满的。船一开，茶香、三弦声、岸边夜景全都安排上。官方稿子写的云淡风轻，文化交流，但从镜头看，更像一场外交综艺节目，而他正是核心主持人。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被放大的细节。从视频显示，他在合影时不时地舔嘴唇，有人说是紧张，也有人猜他心里惦记的其实是习近平的身体。这不免让人想到去年12月在澳门的画面，习近平下飞机的时候脚步放慢，他立刻小声提醒慢点儿，还牢牢地搀着他的手。这些举动本是夫妻间的互动，但外界读出的却是另一层含义，健康加权力的微妙信号。所以你看，从8月31号的夫妇合体到9月1号的夫人专场，再加上前一天他在天津大剧院的试水露面，短短的48小时，彭丽媛就完成了一场国母回归秀。她不只是唱歌的第一夫人，也不只是外交场合的陪同者，而是借由这些精心设计的镜头，把自己重新推到了舞台中央。表面上是一场温婉的外交活动，而在温柔的表象下，也许正藏着高层权力博弈的另一层暗示。这2个月，彭丽媛几乎彻底消失，突然在天津连着出镜，看起来像是一次高调回归。可外界第一反应并不是她手里有多大的权，而是她是不是在走下坡。先来说一说确定无误的。8月31号，她和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，参加上合峰会的欢迎晚宴。9月1号，他又独自主持了海河上的夫人外交专场，招待了2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配偶，这些都有官媒的画面可以确认。但在这之前，传闻早就满天飞，有人说他婚姻出问题，甚至被软禁；有人说他在军中官衔被拔，被边缘化；还有人翻出了他的一张军装旧照，推测他在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任职。可问题是，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这样的任命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消息通通没有实锤，多半是舆论场上的流言。那这波天津出境该怎么解读呢？一种说法是回应失事传言，连着48小时夫妇合体加单人主场，至少告诉大家人没有消失，他还在镜头里。另一种说法是单纯的形象维护，整场都用夫人外交的包装，没有军中头衔，没有新的权力信号。所以与其说这是回归掌权，
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对外展示加对内消毒。笑容有了，合影有了，但真有没有实权，在没有实锤之前，谁都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时间拉回到1983年，那时候21岁的彭丽媛还只是部队文工团里的年轻歌手。有网友翻出了一段旧片，他给朝鲜最高领导人三胖的老爸金正日唱《卖花姑娘》，画面里他穿得很朴素，嗓音清亮，整个场景不像正式的舞台，更像一场小范围的家宴表演。周围的人有说有笑，气氛很轻松。至于身边坐的那些人，网友们是七嘴八舌，有人说像习仲勋，有人猜是李鹏，但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。偏偏巧得很，这段视频是在金正恩要访华之前被扒出来的。9月3号，金正恩就要现身北京天安门阅兵，这可是他6年多没出现在国际场合的大回归。据传，座位早就安排好了，习近平居中，普京在右，金正恩在左，就像摆棋子一样。外界还在猜，普京和金正恩会不会抓紧时间单聊一会儿呢？甚至有消息说，金正恩可能会像老戏马一样，坐着专列慢慢开进北京，营造一个慢镜头出场。这么一对比，画面就耐人寻味。一边是年轻时的彭丽媛，曾经为金正恩的父亲清唱小曲；另一边是如今的国母彭丽媛，在天津的海河上招待各国领导人的夫人。她坐在船头，笑着握手，聊风景，品茶，营造的是轻松随意的氛围。但仔细看，这根本不是随意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外交表演，既让外宾觉得亲切，也透过镜头告诉大家我还在，而且依然有影响力。所以啊，彭丽媛这场国母秀，低调的时候她在幕后掌控，高调的时候她又在台前微笑表演。你可能没想到，彭丽媛除了唱歌陪同出访，她还被外界怀疑有另一个隐秘的身份——军中要职。2024年，一张照片突然流出，她穿着军装走在一群军官面前，有人正向她汇报，她则凝神倾听，认真点头。照片的配文赫然写着“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”，这立刻就引爆了舆论。难道她是这个核心机构的专职委员吗？要知道，这个委员会可不是个摆设，主管的是高级军官的考核和晋升。简单说，谁能升，谁不能升，都要经过他的把关。自从2015年习近平军改，把分散的人事权收拢之后，这个岗位的重要性更是直线上升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就意味着习近平最可靠的助手不是身边的哪个将军，而是自己的妻子。历史上，江青虽然干政，但从来没有插手军队。彭丽媛若真坐在这个位置，那就是直接触碰军权核心，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极为罕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切到现在还没有官方文件公开确认。照片是真的，传闻也不断，但是否属实，外界依然是众说纷纭。有人断言他在幕后掌军，有人则认为只是象征性的头衔。真相如何，目前依然是个悬念。从2014年开始，网上忽然冒出了一股风，把习近平喊成习大大，顺带着把彭丽媛叫成了彭妈妈。一听这称呼，就像隔壁大叔大婶，特别亲切，好像国家领导人突然成了邻居。而镜头里的彭丽媛形象更是被打造成了完美国母，温柔里带点坚定，亲切里透着力量。无论走到哪儿，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，永远是一身得体的套装，笑容刚刚好，氛围拉满。看久了，真的会有一种错觉，他就像全中国的大家长，随时准备给你发个红包。可问题来了，这份温暖，大多数时候其实只是表演。还记得当年震惊全国的铁链女事件吗？那么多普通人都在呼喊，希望国母能说句话，结果呢，她是一个字不提。那一刻，大家才明白，这份温柔更像是一个橱窗里的展品，看得见却永远摸不到。
更妙的是，连官媒都帮着推波助澜。2020年，人民日报居然堂而皇之地喊彭妈妈，还摆出一副看她多亲民、多接地气的架势。可大家心里清楚，这种亲民更像是包装，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那些笑眯眯的合影，而是它背后的那层国母光环。在外交场合能营造亲和力，在军中也能暗暗加分。一句话，他在台前唱歌温婉迷人，可真正的戏码全在幕后。彭丽媛成名后被调进了共军总政歌舞团，别看是部队，其实更像一个披着军装的演艺圈。她就是在这儿唱歌抛头露面，慢慢混成了团里的顶流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她认识了习近平。那时候他还是厦门副市长，两个人相识说是缘分，其实就是典型的组织介绍。结果9个月后，两个人闪婚，算是搭上了同一条船。习近平比彭丽媛大8岁，婚后两个人是聚少离多，一个忙仕途，一个忙舞台。表面上看分工明确，但细琢磨你会发现，他们其实是一个在台前唱红歌，一个在幕后铺路子。这种默契不是小夫妻过日子那么简单，而是慢慢演变成了一种无声的配合。到了90年代，习近平在福建到处跑官场，彭丽媛继续拿话筒唱歌，看似两条平行线，其实暗地里互相加持。彭丽媛一方面在艺术圈刷存在感，另一方面在部队混资历，逐渐成了能说上话的人物。她的作用不是直接冲在前面，而是那种柔里带刚的支撑，关键时候不抛头露面，却能给老公稳稳的底气。这么一来，夫妻俩看似过着普通的小日子，实际上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种隐形联盟，一个不断升官，一个不断加戏，互相成就，互相掩护。说白了，这婚姻从来不是简单的郎才女貌，而更像是一场互助合作的长跑。自从2013年习近平正式上台后，有个细节特别的抢眼，他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带着彭丽媛，场面很统一。无论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，还是去欧洲、非洲访问，身边总有他的身影，简直就是标配。你可以说这是外交礼仪，但是慢慢的，它成了一种固定的画面。夫妻俩并肩出现，家庭形象稳稳在线。疫情那几年，国际往来几乎按了暂停键，但即便只在国内活动，彭丽媛也没有缺过重要的场合。等到疫情过去，外交重新热闹起来，她又继续陪同习近平亮相，成了第一夫人角色最直观的体现。在国内，网友的调侃也没有闲着，给习近平贴上了宠妻狂魔的标签，把两个人的婚姻形象打造成总书记爱妻的人设。一边是温情夫妇，一边又隐含政治味道。领导人不只是铁面制定政策的人，还是有家庭有感情的普通丈夫。再加上彭丽媛本身的艺术家身份，她的亮相也给政治场合添了一点柔光滤镜。不过别以为她只是跟随出镜的陪同，她的存在其实是在外交和政治叙事里都起了一种隐性加分，让习近平看起来更有人情味儿，也让外界看到一个家庭稳定、气场和谐的领导人。久而久之，彭丽媛的出访陪伴就不只是礼仪了，而是某种政治符号。她在舞台上温婉的艺术形象，慢慢延伸成了另一种力量，也让人们开始注意，这位第一夫人或许远不只是一个温柔的背景。彭丽媛的故事要从1962年山东的一户普通人家说起。别看她后来是国母形象，其实小时候就是个安静的小姑娘。不过天赋这玩意儿挡不住，她嗓音条件好得不得了，14岁就考上了山东艺术学院的中专部，开始专业学声乐。18岁，她干脆穿上军装成了文艺兵，又被送进了中国音乐学院深造民族声乐。一路走来，不光是唱功见长，他整个人的性格也在舞台和部队的历练中慢慢变得自信，敢争取机会了。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，
那一年的春晚还真有点伯乐识珠的意思，让彭丽媛唱了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和《我爱你塞北的雪》，结果舞台这一亮相啊，全国人民就都记住了这个嗓音清亮、长相端庄的姑娘。一夜之间，她成了国民歌手。可以说，彭丽媛的成名是天赋加上努力加上时代机遇的3合1，正好遇上了改革开放的文化热潮，全国人民都渴望新面孔、新声音，而她恰好就踩在了那个节拍点上。舞台上光彩夺目的彭丽媛，很快就走进了体制内各种大佬的视野。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军队文艺圈的红人，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。可谁能想到，他未来的另一半不是文艺青年，而是一位刚刚从政坛冒头的干部习近平。1987年，两个人正式结婚。外界后来都说这是艺术和政治的结合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从那一刻起，彭丽媛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。她不仅是舞台上的歌者，更是政治舞台上的隐形搭档。从低调消失到高调亮相，彭丽媛这场国母秀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，一边握手微笑，一边暗中掌控军权，既有温情，也藏着算盘。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告诉世界，别看我温柔，我的存在比你想象的要更深远。说到底，这位第一夫人的历史包袱、外交演出和权力信号，全都巧妙地交织在了一起。观众们不妨调侃一句，这出戏连阅兵都得靠边站。你觉得他到底是在温柔表演，还是在悄悄布局下一步的大动作呢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